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七分面相，七分看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相学中最重要的部位。眼中可观精神、气魄、胆识、富贵。在古人的相法中，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眼相，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吉凶。眼相长得好，一生大富大贵；但若长得不好，一生运势受阻，难有大成。今天大佬想给大家分享12种不吉眼相，大家可以参考了解。上三白眼，上三白眼是指黑眼珠在下，眼睛左右上三方都露出眼白，也叫蛇眼。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但个性阴险，脾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易出言伤人，比较有攻击、侵犯别人的倾向。其人内心有很强的自卑感，遇事总往坏处想，表面看似温顺，但为了切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一生事业多成多败，容易死于非命，刑期克子，人缘恶劣。下三白眼，下三白眼即黑眼球在上面，眼睛左右下三方均为眼白。有这种面相的人，相信要强，性格固执，敢冲敢干，为人自我，不太会为别人着想。其人喜欢指挥别人，但较重义义，原则性很强，容易出人头地。但不论男女，均性格毒辣，有虎狼之心。男多奔波劳碌，行克六亲；女则有弑夫之可能。中年之时，可能会有破财或者大难之事发生。四白眼，四白眼就是黑眼珠居中，其四周均有眼白露出。四白眼的人个性比三白眼更强，且具破坏性。有这种眼相的人通常都很聪明，头脑灵光，反应快，做事果断，又有才能，适合居于领导地位。但不论男女，均心狠性暴，报复心极重，有宁我负人，误人负我之个性，是一个极难相处，亦不易与人相处之人。三角眼，眼睛的外形呈三角形，但可分作两种而论，一是黑白分明，神采有威；另一种是黑白浑浊，鱼尾多而向下。长有三角眼的人是一个极难缠的角色，其人头脑聪明，精明能干，但过于现实和势利，更会得理不饶人，且招招狠毒，难以成仙交友。其人的善恶观念全凭自己的利益而定，若有利害得失在前，你跟他去争执的话，他必产生怨恨之心，而且报复起来毫不留情，不可不防。车轮眼，车轮眼眼型不大，眼睑浅薄少肉，眼球为浅褐色，且上边有一圈圈的发光圆圈，貌似车轮，因此而得名。有这种面相的人个性急躁，脾气较差，自制力差，心胸狭窄，大多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不循正道。如不注意调整自己的品行，会一生劳碌奔波，毫无成就。火轮眼，火轮眼眼睛形状似火轮，眼色青中带赤，眼大而神浑浊。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暴戾，心肠狠毒，与父母兄弟的感情较淡，缺乏亲情，一生中大多要靠自己奋斗，缺少亲人和朋友的助力。白睛眼，白睛眼又称利睛眼，因眼中布满颗粒，因而得名。有此眼相之人，性格较为古怪，与亲人朋友的缘分较浅，难以得到他们的助力，为人较为孤独。此外，此人欠缺自信，做事犹豫不决，一生运势不顺，多有阻碍。好在其人个性较善，一生之中不至于有大的凶险。痣生眼，所谓痣生眼，就是眼白上生有像痣一样的斑点。有这种面相的人，一生运势不佳，即使是眼睛的形状生得好，也不为极论，且破败祖业，而且一生难成事业。醉眼，醉眼指的是
瞳孔略向下垂，颜色浑浊，黄中带红，眼白部分布满细微血丝，眼神似醉非醉，鱼尾多短纹，并略向下掉。有这种面相的人，无论男女，皆好色欲，本性邪恶狡诈，心智低下，又不安分，为追求一己私欲，招摇撞骗，无所不为，一生命运起伏不定。无鱼尾眼，此种眼睛眼形尖细而不正，鱼尾略圆且没有皱纹，眼神闪烁不定。有这种面相的人，虽然头脑聪明，但大多不用在正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不惜颠倒是非。此外，此类人大多好色，经常游戏于情场之间，感情难有好结果。其人一生运势不佳，事业已难有所成。猪眼，猪眼之人眼皮厚坠，眼瞳虽大，却黑白不分，眼白浑浊，眼白常带黄或布满血丝，眼神呆滞而带凶光。这类人性格暴戾，脾气刚烈，为人鄙色小气，毅力不分，遇事短视，贪小而失大。此类人大多无子嗣，若不谨慎言行戒贪，恐会死于非命。鹿鹰眼，眼睛细而长，眼白微黄，上眼皮双波而偏长，瞳孔上吊。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孤僻，情绪反复，六亲少靠，较难与人相处，纵富有，终归贫贱。除此之外，如果你没有以上12种眼相，但是身边却有以下6种眼相的人，也要小心了。他们大多比较心狠手辣，与他们交往一生也较辛苦。眼神浑浊的人，眼睛总是不自觉地渐渐睁大，眼珠收缩，流露出凶光。这样的人说明眼神已经浑浊枯竭，命之将终，将会很快遭到报应。加之这种人神时不在，不识好歹，性情变化无常，很可能加害到身边的人，故此遇到这种人最好是远离。眼睛突出的人，眼睛突出就像牛眼，拥有这类眼相的人常常是过于执着，执念很重，故此个性很强，为人处事很是霸道，且没有灵活性，故此常常遭惹是非、官非，好运不多，歹运不少，心怀怨恨，没有情义，累及周围6亲，故此要小心提防。红脉贯经的人，眼中有红脉的人性情激烈如火，红脉就是没有熬夜，白眼球上出现比红血丝还粗的红血块，有的甚至进入眼仁部位。拥有这种面相的人，由于性情过于刚烈，对待事物反应较快，但是不加思索，因此也常常出错，主观想法太重，遇到反对意见很容易崇尚武力解决，大多也是施暴者，故此交往这类人要小心，会给你带来厄运。眼神锐利闪烁的人，眼神锐利犹如刀剑，一来说明这个人看事物很用心，能够比较深入，二来刀剑亦可伤人，尤其是你在他们面前要耍小心眼就更麻烦。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加上眼光闪烁，你就要小心了，说明这个人有事把你装起，个性中有隐忍的一面，也有善变的一面，很容易将这种记恨积累起来。当达到一定数量的出现质变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了。目光向上的人，有人目光常常看到头顶，这说明这种人从来没有把周围的人看在眼里，内心看似强大，实际上大多是妄想。由于强大的自我自尊，也是自卑和自贱的表现，所以他们常常是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他好。当你冒犯了他的这种伪装，就是引发灾祸与厄运的开端，尤其是你真的过得比他好，他就会极端仇视你。眼珠赤黄细小的人，眼珠小，眼白就大，其人内心冷酷狡猾，眼珠赤黄则暴力倾向严重，眼仁亦为人，人小则慈悲心不足，亦主眼界不足，故此
这类人容易被人当枪使。如果声音再来沙哑和低沉，则说明其人阴险狡诈，是别人的杀手。你身边如果……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龙凤眼与阴阳眼有哪些区别，眼睛和财运又有何联系呢？我们一起往下看看吧。首先我们要知道，龙凤眼和阴阳眼都是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但是听起来一个很好听，一个很难听，这在面相上是否是一样的呢？所带来的运气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两种寓意的眼睛又会有什么不同？那么龙凤眼和阴阳眼区别是什么？寓意如何？一、单双左右不一样。在相术学中，双眼眼皮左单右双被称为龙凤眼，而双眼眼皮左双右单被称为阴阳眼。八卦书中记载，单眼皮称之为阴，双眼皮称之为阳，所以眼睛一边单一边双也可叫做阴阳眼。而这种眼睛面相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左单右双，另一种是左双右单。这两种人秉承的阴阳二气都比较旺盛，两者差别不大。根据阴阳对左右脑各有所主的理论，前者为阴气较阳气旺盛，其行为特征以左脑为主，而后者为阳气较阴气旺盛，其行为特征以右脑为主。二、眼球颜色不一样。阴阳眼即指两只眼睛一大一小，眼神有光彩，喜些时多流，主为人不诚实，多诈，口是心非。诗曰：两目雌雄精大小，精神光彩是人邪，心非口是无诚意，腹肌间谋鬼不蛇。其实阴阳眼和龙凤眼的区别在于眼球的颜色不一样。阴阳眼是白色球体比较大，瞳孔小，有点像死人眼，泛白的感觉看上去十分令人讨厌，这是人们经常说的阴阳眼，活死人。而龙凤眼面相的人是大富大贵的命格，属于特别好的面相。三、龙凤眼温柔多情。对于拥有龙凤眼面相的人，乍看之下十分冷淡，其实只要当这个人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利于奉献，会表现出十分温柔的一面。不过这种眼相也代表这个人在性方面相当开放，对待另一半虽然温柔，不过这种温柔未必只会给一个人。拥有此种面相的人在性方面容易漫不经心，经常来者不拒，因而如果遇上这一类面相的人，其另一半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才行。四、阴阳眼性格软弱。阴阳眼的人在生活总很容易被人欺负，他们并不勇敢，也不坚强，性格软弱是这类人最大的缺点了。阴阳眼的人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强，面对生活的时候，处处需要看别人的眼色，这样的生活没有使得他们很振作，反而让他们越活越没有了勇气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龙凤眼与阴阳眼有哪些区别之后，再来看看眼睛和财运又有何联系吧。当然了，在说之前，我们还是要清楚这一基础点，看眼睛的面相是很重要的知识，可以了解到很多相关事项，而眼神给人一种情感提示。自唐宋以来到今天的面相师有一个共识，全身1000两，眼睛900两，说明在看面相时，眼睛非常重要，而眼睛的眼神又是关键。眼神强是黑白分明，清秀透彻，不浑浊。眼睛是预示人们运势情况的重要部位，所以眼睛的形状会关系着运势。眼神能折射出内心世界，并且可分为这几点。一、面相第一是看眼神。目光清澈明亮的人，头脑清晰，容易成功；双目浑浊的人，容易贪得无厌，一般难成事；眼神闪烁不定的人，则好色，男女关系混乱；视线迷离的人要远离，喜欢把自己藏起来，暗中伤人。二、面相第二是看眼珠。黑眼珠越小的人越理性，意志力坚定，不易亲近，眼白如果过多会犯傻；黑眼珠越大的人善良热情，感情丰富。再看眼珠转动，品格高尚的人眼珠不常动，福气常驻；眼珠动来动去的人福气难存。三、面相第三步看眼皮。眼皮分为上眼皮和下眼皮，上眼皮代表财富资产，下眼皮代表精气。上眼皮后市，不动产后市，住大房子；上眼皮深陷下去操劳，财运不佳。下眼皮眼袋黑亮，荷尔蒙强，热衷房事；眼袋凹陷，精气泄露严重；眼袋松垮，色泽暗淡，迎星极重。眼袋要是能像卧蚕一样厚实有光泽，必有子女，儿女会优秀。眼袋有痣和杂纹，左眼袋对不利，右眼袋对你不利。四、面相第四步看眼角和眼尾。眼角上扬，外向刚毅，过于上扬，性格急躁，易冲动；微微上扬，大富之人。眼角下垂，委婉内敛，微微下垂，智慧温柔；过于下垂，固执，夫妻易离异。
眼角之外为眼尾，就是鱼尾纹这一块。如果鱼尾纹往眉骨方向挑，家有悍妻，自己性格强硬，夫妻不和；鱼尾纹上挑，天性风流。鱼尾纹多且散有异性缘。5. 面相最后看印堂，两眉之间的这块区域，面相学上称为印堂。印堂无皱纹的，平易近人；印堂沟壑深陷的，不易相处。2. 面相学看眼睛财运，眼睛是面相学最重要，却是最难以把握，需要充足的面相知识与丰富的社会阅历，才能真正区分面相。眼睛在五官中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不仅能够为五官加分，更代表了个人性格和运势。1. 吉利眼睛，眼睛大体为极善之眼，有龙眼、凤眼、狮眼、虎眼、牛眼、圆眼，这里不加以论述，只是多一些眼进行一般性解读，一眼就能看出大概。1. 眼距较宽的人较为宽厚，双眼之间距离较宽的人，个性宽厚随和，行事踏实，不喜欢和人争执计较，凡事都抱有随缘的态度。然而眼距也不宜过宽，眼距过宽则凡事皆无定见。2. 眼睛圆的人天真，眼睛圆的人个性坦率而乐观天真，善于表现自我，社交能力比较好，喜欢浪漫事物，占有欲比较强，有些投机心态。3. 眼睛圆又大的人诚恳稳重，有多层眼皮环绕，眼神显得温纯，面相学称为牛眼。其人性格大多务实而稳重，待人诚恳无心机，能够吃苦耐劳。眼睛又圆又大的是一个思想开放、个性倔强的人，对于人事物都充满好奇，会主动去接近了解，人际关系虽然还不错，感情却是易热易冷，对人不加以防范，容易被朋友牵连拖累，容易受人影响或摆布，一生小人较多，情史丰富却往往因此而不善终。4. 双眼皮的人感情丰富，双眼皮的人感情较丰富，心思较为细腻，比较缺乏耐力，偏好感性事物，稍欠理性思维，容易受感情所困，虽然交友广阔，却似乎无选择能力，容易受人情方面的压力及烦恼。5. 眼角上扬的人灵活明朗，眼角上扬的人多富有行动力，头脑精明灵活，处事爽朗明快，带着些许清高自傲心态，善于掌握时机自我发挥。6. 眼睛大的人爽朗，眼睛大的人多为爽朗热情之人，爱表现，爱出风头，带些迷糊性格，感受力强，喜欢华丽事物，虚荣心比较重。7. 眼黑多于白的人身心安定，相学中认为眼睛在正常状态下，黑瞳部分多于眼白，代表其人身心安定。若眼白浮露过多，人生意气争端，容易陷入险境，女性主婚姻路上多障碍。8. 丹凤眼的人感情丰富，眼睛细小而眼尾微微上扬的人，相学上称为丹凤眼。丹凤眼的人感情丰富，异性缘佳，桃花运好，极富个人魅力，个性较为敏感好奇，领悟力强，学习能力佳，颇有美感天分。9. 鱼尾及肩门丰润饱满，这样的女性多半能嫁到好丈夫，夫妻感情和谐，性生活圆满。无论男女，通常鱼尾纹较平直的人，性情柔顺，是为做事有条理，懂得应对进退的人，与配偶间之相处较能和谐。具有此项的职业妇女，会是上司的好帮手，颇能逢迎长官的指令。2. 常态化眼睛里的世界，眼睛为灵魂之窗，因腾神出人之所，占面相 50% 的重要性。问神有眼，人有一分神即有一分一路，人有10分神即有10分一路，眼有一分病，心就有一分病，命就有一分凶。眼实眼各部结构完善，对眼完成视觉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眼睛有没有神，形状是否流畅，这是看眼与眼神结合的一个方法。1. 两眼间距过宽，个性比较随心，不拘小节，不善于跟人家斤斤计较，手头松，对于物质生活不考究，为人豪爽，喜欢交际应酬，朋友还蛮多，会有得过且过心态，缺乏判断力，不够精明干练，又过于相信人，往往会被他人利用，成为利益争夺下的受害者。2. 眼距较近的人多疑敏感，双眼之间距离过近，心思敏感，个性多愁善感，矛盾纠结，容易焦躁，不太相信他人，凡事喜欢亲力亲为，斤斤计较，心胸较为狭隘。3. 眼窝圆凸的人善变，个性比较善变，喜怒不定，敢说敢做，常给人目中无人的感觉，有些自我膨胀，行事易引起争端。4. 眼角下垂的人谨慎，多具有良好观察能力，个性谨小慎微，凡事都思虑周全，行事有条不紊，是个很好的辅佐人才。5. 眼窝凹陷的人敏感，个性较为敏感，操劳，心境不常开，
善于察言观色，常感到心神不宁，凡事皆逆来顺受。6. 三白眼的人冷漠无情。三白眼就是同人很靠上或者很靠下，看上去三面低，眼白很多，故称为三白眼。很靠上称为上三白，很靠下称为下三白。相学认为三白眼的人对人比较冷漠无情，心思深沉，为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蕴藏着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以及个人品质。眼睛关系着人的心神。不止如此，在面相中，通过眼睛能够分析出命主的性格和运势，可以通过眼睛大小、眼型以及眼神来解析一个人的事业、财富以及婚姻运势。既然眼睛有这么多奥妙，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眼睛是最佳的，吉祥之人又有哪样的眼睛。第一，眼神聚焦。如何一个人与别人对视之时，眼睛不能聚焦，总是飘来飘去，这种人城府很深，诡计多端，重物质生活，为人狡诈，老奸巨猾，不宜与这类人合作。这种人不重情重义重利益，但是少接触为妙。一般同人乱转之人不可信。如果眼神聚焦有神，这种人天生有智谋，年轻时候就见多识广，成熟稳重，晚年必成人上人。第二，眼型秀丽。所谓的秀丽，就是眼型婉约，眼尾不能下垂，眼睛黑亮通透。这类人性格刚正不阿，为人正直、机智、聪慧，注定是个不凡之人。如果眼神里还藏有神采，福禄双全的人，做事有规划，性情温和。如果眼型不够秀丽，这种人多有暴力倾向，属于攻击性人格，做事阴暗狠毒，喜欢算计别人，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对身边人残暴冷落，没有人性，不易接触。第三，眼睛有神。眼睛是一个人的灵魂，眼睛有神，多为富贵之人，做事易成功，看待事情理性，一生福气满满。与这种人当朋友，能够染富贵气息。如果是眼睛太咄咄逼人，时时刻刻都很有威严，目光锐利，这类人比较固执，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去伤害别人，与家人不亲，夫妻感情冷漠。如果眼神不够有神，这类人优柔寡断，做事拖拖拉拉，一生易遭遇小人迫害，多灾多难。第三，上下不白。白眼珠大多是面相中的大忌，不管是三白眼还是四白眼，都是不吉之象，
属于恶毒之人，性格刻薄计较，做事残忍毒辣，没有怜悯之心，比较固执，处事极端。如果是三白眼之人，上三白对伴侣要求过高，不够体贴，追求完美，很难改变心意。下三白之人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高品质的物质生活，自私自利，会在背后议论他人，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四白眼之人运势变动比较大，一生艰辛，厄运缠身，生活状态不够稳定。第四，大小适中。眼睛太大之人做事容易被人看透心事，隐私性很弱，不能够与别人对视，性格单纯，没有心机，做事没有计划，不够慎重严谨，经常半途而废，注定一生成就不高。眼睛太小之人呢，很难看清他们的眼神，心机颇深，外表堂堂，内心淫荡，喜欢算计别人，重利益，考虑事情比较全面，一生运势波动较大，经常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利用别人，虽没有恶的本意，却会波及他人。第五，眼尾细长。眼尾细长之人智慧过人，精打细算，善于攻心计，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与经验取得一番不错的成就，天生有福之人。拥有以上5种眼睛类型，大多都是吉祥之人。而从眼睛大小、形状分析一个人的运势不止于此，还有很多参考因素，赶快来看看吧，很可能有你呢。三角眼，拥有三角眼的朋友是个观察力入微，很有自己看法，会坚持己见的人，身旁之人根本毫无说话的余地，也会踩在别人头上往上爬，很善于斗争，典型的政治人物个性，在这样的人眼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眼球往外突出，个性急躁，占有欲强，并且不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喜欢大庭广众下发表言论，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收回，相当八卦，朋友告诉你的秘密很难守住，为了私人利益也常会容易翻脸。眼睛细长，比较精明能干，凡事多顾虑，眼光也看得较深远，是天生的谋略家，同时心地纯洁，崇尚仁义，智慧高，并且具有特殊技能的人，但是有时固执己见，易让人觉得很难亲近，头脑冷静，判断力准确，比较具有大富大贵的命格。深陷的眼睛，你的性格和你深陷的眼睛一样，很难让人捉摸，对于很多事情不能够积极主动，有些散漫孤僻，不容易亲近，你看起来有些抑郁，藏首逆尾，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捅一些娄子，让人防不胜防。单眼皮，情感较内敛，是个理智胜于感情的人，因为感情上的冷漠，使得你的人际关系不够圆润，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多半也是一生的挚友了。在事业上则是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人。单眼皮的女孩对自己喜欢的异性会迂回的接近，谈感情较趋向于温火慢炖型，是来得缓，但来得稳。尤其是在42岁、43岁走眼运时，家庭婚姻运上比较少有风雨及风波。双眼皮，由于心中充满热情，加上强烈的好奇，很喜欢跟人攀谈接触，人缘相当不错，重视承诺幸运，外出运也旺。只是双眼皮的女孩感情虽然丰富，却容易三心二意，因此恋情多且璀璨，但来得快也去得快，甚至有时候还有脚踏两只船的情况。眼皮浮肿且多层眼皮，个性虽然开朗，工作勤奋，能够刻苦耐劳，但是个不知变通，脑筋有些迟钝，又缺乏主见，容易受人影响的人，缺乏管理能力，思维无法创新，只能够听命行事，永远人云亦云。
朋友虽多，却不见得对自己有益。3层眼皮的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为人学问好，且具有特殊的专长，加上你个人的努力，可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或是荣华富贵，但是容易思虑过度，优柔寡断，想得多做得少，则是你的缺点。两眼间距过宽，个性较随性，不拘小节，也不善于跟人家斤斤计较，手头松，但对于物质生活并不考究，为人豪爽，喜欢交际应酬，朋友还是蛮多的，但是会有得过且过的心态，因为缺乏判断力，不够精明干练，又过于相信人，所以往往会被他人利用，成为利益争夺下的受害者。两眼的高低不同，这类眼睛的朋友心态、思绪常有不平衡的状况，感情生活也像你的眼睛一样，有高有低，一生波折，也常惹桃色纠纷。实际生活亦是如此，对很多事情都不免抱怨，时常自相矛盾，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往往不切实际的沉迷于空想，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两眼较为接近，这样的朋友是一个行为开放、思想却极端保守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你的心胸不够开朗，不容易相信他人，警觉性较强，较少跟朋友来往，做事有些鲁莽急躁，无法给人安全感。眼尾上扬的凤眼，学习心旺盛，领悟力强，在感情上颇为自负，信心十足，能言善道，很善于放电，周遭的异性都会可能被电得七荤八素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有些自恋倾向，对不喜欢的东西弃之如敝屣，对喜欢而得不到的东西会如火中烧，让人又爱又恨。眼角往上吊，是个标准的乐天派，但是个性不服输，好胜心极强，头脑相当聪明，能够坚持朝向自己的理想迈进，掌控欲强，在婚后能够很有技巧和操纵丈夫。眼睛又大又圆，你是一个思想开放、个性倔强的人，对于人事物都充满好奇，会主动去接近了解，因此人际关系虽然还不错，感情却是易热易冷。不过由于对人不加以防范，容易被朋友牵连拖累，也许情史丰富，却往往因此而不善终。鱼尾及肩门丰润饱满，这样的女性多半能够嫁到好丈夫，夫妻感情和谐，性生活圆满。无论男女，通常鱼尾纹较平直的人，性情温顺，是为做事有条理，懂得应对进退的人，与配偶间之相处能够较和谐。具有此相的职业妇女会是上司的好帮手，颇能够逢迎长官的指令。眼角向下垂，是个容易悲观的人，不喜欢出风头，言行非常拘谨，思想也极为保守。不过这样的女性外表看起来温柔可爱，虽然让人感觉你自信不足，但是实际上你的内心坚强，情绪稳定，自我掌控力还不错，在工作上默默耕耘着，也许要到40或50岁时才会有所成。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人看相是以神为主，以形为次，神是精神气质等内在的东西，就如同日月照耀一切，而形就是五官、身体骨骼等实体表象。如同一幅山水画，形是山水，而神是日月，山山水水排列，就算组合的再好，没有日月照拂，它也是暗淡一片。所以神在面相中是非常重要的。看神主要看2个方面，一是眼睛，二是看谈吐、气质等。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面相中主神态的眼型。眼角上扬的女人，男人运势如何呢？一起来看。眼角上扬的女人大多好胜，占有欲极强，她们优秀漂亮，能找到
的伴侣自然能够配得上他们的优秀男人。他们看得紧，管得严，特别爱吃醋，但是他们在恋爱中情商可是非常高的。他会想尽办法去管制另一半，会给自己的另一半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鲜感，即使有时候吃醋到蛮不讲理，还是会被说成是磨人的小妖精。眼角上扬的女人头脑灵活，第六感特别准，她们有灵敏的嗅觉，只要你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的表现，或者是细微的变化，都能被她们嗅到，并且猜得8、9不离10。眼角上扬的女人一直想要超越男人，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要战胜自己的另一半。她们独立好强，并且活得比别人都要好，事业稳定，经济独立，自己赚钱自己花，在感情方面非常主动，喜欢一个人就会毫不保留地去追逐他，爱得死去活来才是爱情的真谛。眼角上扬的女人婚姻运势不好，太过强势的她们不需要男人的照顾，婚姻生活了久了，就会让男人觉得自己很没用，想给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却不需要，没有想去保护你的心态。时间久了，感情会变淡，对你失去耐心，今后的婚姻生活可能不那么顺利了，争吵和矛盾经常会出现的。眼角上扬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妩媚的样子，第一印象不讨老人父母辈的喜欢，这样的女人容易招来桃花运，身边的男人大多都是追她的，只有能受得住气的男人才会跟她有长久的可能。眼角上扬的女人自尊心强，女人对待工作积极热心，一丝不苟，追求完美，就是因为这样太完美了，就容易树敌，常常引起同事之间的不满，于是容易吵架，有小矛盾。如果眼角上扬，并且鼻梁还要高，就说明晚年的时候嘈杂喧闹，不利于养老，最好是收敛一点。不过过于突出自我，多一份谦虚，多一份忍让，修身养性就是这样慢慢积累来的。这不代表就是软弱，而是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每个人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总会有柔软的一面。既然有柔软的一面，就说明需要人的安慰和抚摸。每个人都是脆弱和孤单的个体，只是有些人善于伪装，假装坚强，故作镇定罢了。讲完了女人，那眼角上扬的男人又如何呢？眼角上扬的男人学习能力强，这样的男人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追根溯底还是领悟性比较高。上学的时候开始老师讲的学习内容都是偏重点的，而眼角上扬的男人只要听一遍就可以理解这一节课的内容要点了。超强的记忆力和领悟能力，从小学习就好，长大了把这些本领用在工作上非常的顺畅。眼角上扬的男人善于把握时机，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偶尔一点小调皮，还会开老板的玩笑，跟同事相处得很好，大家很喜欢跟他谈天说地，对于工作上的变动早就适应了，善于交际和把握时机。一般公司会有很多出差或者比较大的合同的签订，需要交给比较有担当和经验足的人去做。这个时候如果做好了准备，具备专业的商业知识，把握好机会，做得好，就有可能升职加薪。年轻人就是需要锻炼，需要机遇，但是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人的。日常的工作做好扎实基础，对以后事业还是有很大好处。眼角上扬的男人异性缘好，通常这样的男人喜欢撩妹，天生一股花花公子的气质，嘴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善于跟女孩子接触，能够掌握女孩子喜欢的东西，会讨女孩子跟长辈的欢心，跟所有人都聊得来，搭讪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各种格式。他们脑子转得快，有极佳的个人魅力。眼角上扬的男人占有欲极强，他们眼中的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不喜欢的东西都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即使他们用不到也要自己留着。从小占有欲就非常的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落在自己手里才觉得安全，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在恋爱中对自己的女朋友管得非常严，包括女朋友上班跟什么人来往，交什么朋友，夏天到了穿什么衣服都会插手。或许女朋友长得
不是很出众，但在他心里就是独一无二，是宝贝。任何人都不能有目的地接近自己的女友。在工作上，自己的单子、办公用品甚至电脑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绝不会让别人动，这也是一种怪癖。占有欲极强的人洁癖也会很多，他们的私人用品都非常的保守，不让别人甚至亲人好友去触碰。他们的底线也就是不让别人碰他们生活中的这些小玩意儿。在生活中，他们也非常的讲究生活品味，他们会把每一件事儿都打理得非常干净利落，家里的卫生也整洁干净。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